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，古老的智慧箴言如璀璨星辰，指引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与行为准则。从《道德经》中汲取的这些智慧，与愿修理念深度融合，不仅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，更能为现代生活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南，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修身立德，践行宏愿。第71讲，知病为药，自觉为愿。老子所言，知不知，上；不知之，病，深刻揭示了认知自我局限的重要性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种智慧尤为珍贵。以职场发展为例，许多人在取得一定成就后，容易陷入知识错觉，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行业的全部精髓，拒绝接受新观念和新技术。某互联网企业的中层管理者，凭借早期积累的经验，在行业快速迭代时仍固守传统运营模式，拒绝学习数字化转型知识，最终导致团队业绩下滑，个人职业发展受阻。这正是不知之病的典型体现。真正的愿修者应将自我认知作为修行的起点。教育领域中，优秀的教师会定期反思教学方法，主动学习最新的教育理论，通过参加培训、阅读专业书籍等方式，不断填补知识盲区。他们深知，只有正视自身的不足，才能将无知之病转化为成长的动力。这种自我觉察与反思，是知病为药的生动实践。而自觉为愿，则体现在将自我提升的意识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。例如，一位职场新人意识到自己在沟通协调方面存在不足后，主动制定学习计划，通过参加沟通技巧课程，观察学习他人的交流方式等，逐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，将自我完善的愿望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行动中。第72讲，畏威不虐，敬生慎终。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的古训，在现代管理与人际交往中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。在企业管理中，部分管理者迷信权威式管理，通过严厉的惩罚制度和高压政策来维持团队秩序。这种管理方式短期内或许能提高工作效率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会导致员工产生抵触情绪，团队凝聚力下降。与之相反，那些注重以德服人的管理者，通过以身作则，关心员工成长，尊重员工意见，赢得了团队成员的真心拥护。他们明白，真正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权力的威慑，而是源自个人的品德与能力。在家庭教育中，这一智慧同样适用。明智的家长不会动辄以打骂、惩罚等方式迫使孩子服从，而是通过耐心的沟通、积极的引导以及自身的良好示范，让孩子自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。例如，家长在要求孩子诚实守信的同时，自己也做到言行一致，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榜样。这种以德威而不虐的教育方式，能让孩子在感受到尊重与关爱的同时，培养出健全的人格，实现使人敬而不惧的教育目标。第73讲，天网恢恢，因果不爽。天网恢恢，说而不失的箴言，强调了因果规律的客观性与必然性。在商业活动中，这一规律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那些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制假售假、欺骗消费者的企业，或许能在短期内获得丰厚的利润，但随着消费者的觉醒和市场监管的加强，最终必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和市场的淘汰。相反，秉持诚信经营理念的企业，虽然在发展初期可能面临诸多困难，但凭借良好的口碑和信誉，会逐渐赢得消费者的信任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在个人生活中，因果规律同样无处不在。一个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、积极锻炼的人，往往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，而那些沉迷于不良习惯、透支身体的人，则可能面临各种健康问题。愿修者应深刻认识到这一点，在日常行为中谨言慎行，多行善举。无论是在工作中帮助同事解决难题，还是在生活中热心参与公益活动，每一个善念和善行都是在种下善因，这些善因终将汇聚成愿果，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。第74讲，待天不杀，以愿护生。待大将浊者，悉有不伤其手的警示，提醒我们尊重生命，保持敬畏之心。在生态保护领域，人类曾因过度干预自然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，导致自然灾害频发，生物多样性锐减。
这些惨痛的教训深刻地印证了违背自然规律、妄图代天行事的严重后果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，积极参与植树造林、垃圾分类、节能减排等环保行动，以实际行动践行以愿护生的理念。在人际交往中，这一智慧同样具有指导意义。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独特性，避免以主观臆断去评判他人，更不能恃强凌弱，随意伤害他人。例如，在面对观点分歧时，愿修者会以理性和包容的态度进行沟通，尊重对方的意见，而不是强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。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，不仅能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，更是对以愿护生理念的生动诠释。第75讲，安民在愿，简行利道，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揭示了上层行为对下层民众的深远影响。在社会治理层面，政府部门若能简化办事流程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，就能为企业和民众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。例如，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放管服改革，通过简政放权、优化服务，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，激发了市场活力，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了便利。在个人生活中，简行利道同样适用。现代人常常被物欲所困，追求过多的物质享受，导致生活变得繁杂而疲惫。愿修者懂得简化生活，摒弃不必要的欲望和追求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精神修养和自我提升中。通过减少物质的束缚，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内心的成长，以简洁的生活方式实现精神的富足，达到以愿安民，不夺其生，不忘其命的境界。第76讲，柔弱胜强，愿不刚戾。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的智慧，颠覆了人们对强大的传统认知。在商业竞争中，一些企业不盲目追求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扩张，而是专注于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，以柔性的竞争策略在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。例如，某小型科技公司凭借独特的技术创新和灵活的市场策略，成功打破了行业巨头的垄断，赢得了市场的认可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以柔克刚的智慧同样有效。面对冲突和矛盾时，若以强硬的态度回击，往往会使矛盾激化，而以温和包容的态度去沟通和解决问题，则能化解分歧，增进彼此的理解。愿修者应学会在柔弱中积蓄力量，以柔心转境，实现不争而胜、不怒而化的境界。这种智慧不仅能帮助我们妥善处理人际关系，更能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。第77讲，天道如公，大愿调衡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体现了自然与社会的平衡法则。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，贫富差距、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长期存在。愿修者应积极践行大愿调衡的理念，通过参与公益事业、推动社会改革等方式，努力缩小差距，促进社会公平。例如，许多企业家在积累财富后，投身于慈善事业，通过捐赠资金、建立基金会等方式，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、改善医疗条件，以实际行动弥补社会的不足。在个人生活中，我们也应注重平衡。现代人常常在工作与生活、物质与精神之间失衡，过度追求事业成功，而忽视了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。愿修者懂得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，在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，注重身心健康，关心家人，培养兴趣爱好，实现生活的全面平衡，践行调愿济人、平衡过与不及的理念。第78讲，上善若水，利他而不争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智慧，为我们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标杆。在志愿服务领域，无数志愿者默默奉献，不求回报，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他人，服务社会。他们就像水一样，润物无声，以利他之心传递正能量。例如，在自然灾害发生时，志愿者们迅速响应，奔赴灾区，为受灾群众提供物资援助、心理疏导等服务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上善若水的精神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，愿修者也应学习水的品质，在团队合作中主动承担责任，乐于分享经验和资源，帮助团队成员共同成长。在面对利益时，不斤斤计较，以大局为重。这种无私奉献、利他不争的精神，不仅能为他人带来帮助，
也能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，实现润泽无声、不争而立的境界。第79讲，锲而不择，化怨以德。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，教导我们以宽容和理解对待他人。在团队协作中，成员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误和分歧。如果一味的指责和抱怨，不仅无法解决问题，还会破坏团队氛围。愿修者会选择以包容的心态去理解他人，主动承担责任，共同寻找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在项目出现问题时，团队负责人不急于追究责任，而是组织成员一起分析原因，制定改进措施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不仅解决了问题，还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。在家庭生活中，这一智慧同样重要。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，如果双方都能以化怨以德的态度去处理问题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，少一些指责和抱怨，家庭关系会更加和谐美满。愿修者通过践行这一理念，以大愿化解纷争，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第80讲，小国寡民，大愿安化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，并非倡导消极避世，而是强调一种安于本心，不扰他人的生活态度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往往被外界的喧嚣和诱惑所干扰，迷失了自我。愿修者应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，专注于自身的修行和成长。例如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和诱惑。愿修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盲目跟风，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标准所左右，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追求，同时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，不随意干涉他人，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，实现安于简愿，行于清修，不争其事，不夺其命的境界。第81讲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道德圆满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，提醒我们回归真实，追求本质。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，虚假信息和华丽辞藻充斥着网络空间。愿修者应保持理性和判断力，不被表面的繁华所迷惑，追求真实可靠的信息和知识。在个人修行方面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同样是一面明镜，映照出愿修者应坚守的本心。当下社会中，各类速成课程、成功学讲座层出不穷，以极具煽动性的华丽言辞许诺30天实现财富自由，1周掌握顶级思维，这些看似诱人的美言，实则空洞无物，不仅无法带来实质性成长，反而容易让人陷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。真正的愿修者明白，修行之路没有捷径，唯有脚踏实地，循序渐进，才能收获真实的进步。正如王阳明所言，知行合一。愿修者在学习知识与理念时，不被花哨的包装迷惑，而是深入探究其本质，将朴实却深刻的信言内化为行动指南。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的智慧更值得深思。许多人陷入知识囤积的误区，盲目追求学习内容的广度，在多个领域浅尝辄止，却未能真正精通某一项技能或学问。就像一些职场人热衷于参加各类培训，证书考了一堆，却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效用。真正有智慧的愿修者懂得聚焦核心，以专精的态度深耕某一领域，通过持续的钻研与实践，实现从博到知的跨越。例如，一位立志成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愿修者，不贪多求全，而是专注于《道德经》等经典著作的研读，结合历史背景、哲学思想深入剖析，同时通过写作、讲座等方式输出感悟，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愿力，最终在领域内形成独到见解，实现道德与学识的同步提升。愿修者在日常言行中，更应将愿言朴实、愿行真实、愿愿无欺、道愿圆成作为圭臬，在人际交往中摒弃虚情假意的客套与吹嘘，以真诚之心待人接物。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坚守道德底线，不做违背本心之事。就像那些投身乡村教育的志愿者，他们不宣扬宏大的口号，而是默默扎根艰苦环境，用日复一日的教学与陪伴，为孩子们点亮知识的明灯，将教育帮扶的朴素愿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。这种不矫饰、不做作的修行方式，
正是对心言不美、美言不信的最佳诠释，也是道德圆满的必经之路。从认知自我局限的知病为药，到以柔克刚的柔弱胜强，再到回归本真的道德圆满，这些古老智慧串联起完整的愿修体系。它们并非树枝高阁的理论，而是深深植根于现代生活的实践指南。在物欲横流、信息纷杂的时代，愿修者唯有将这些智慧融入生活点滴，以知行合一的态度躬身践行，才能在纷繁世界中守住本心，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，让传统智慧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，最终达成道愿圆成的理想境界。从知病为药到道德圆满，修愿者走过11愿章，一念一行皆是修愿之实路。欢迎订阅耀君道的经验讲频道，让经典照亮你的当下修行。